让你吃你就吃，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哼，叫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明日你要再不乖乖听话，年婆子我就打一壶开水全给你灌进去。哼，还把自己当高高在上的夫人呢，也不看看自己如今是个什么德行。我到底是什么德行，还真看不到。3年了，他被关在这小屋子里整整3年了。他沈乐灵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啊？无他，不过是因为当今皇后，也就是他的好姐姐，以及他那信誓旦旦说过要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相公，在偷情的时候被他撞见罢了。随后便是4肢经脉尽断，1根舌头被割。但偏偏他们要让他活着，因为只有他还活着，皇后才能时不时以看望病重的妹妹为由，与他的好妹夫相聚啊。他父亲是老宁国侯的庶子，靠着自己的能力考上科举后，明明在任上做一个小小的知县，一家人和和美美。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想过贪图侯府里的荣华富贵。但是他12岁那年，宁国侯，也就是他那高高在上的嫡出大伯，想法子将他爹爹弄回了京城。从未去过京城的自己和哥哥弟弟一脸兴奋，但不想，这却是一家人不幸的开始。这就是五妹妹吧？我是你大姐姐哦。那时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样像仙女一样的人，将会是他一生的噩梦。五妹妹，新科探花李尚廷虽然家世不显，但姐姐我让人打听过了，此人外形俊朗，才华横溢，日后必有一番作为。你若喜欢，姐姐便为你做主了。放心，姐姐必不会害你。乐灵，我李尚廷再次对天发誓，只要你愿下嫁于我，我李尚廷永不纳妾。好一个不会害你，好一个永不纳妾。14年了，自己在这14年陪着当时得罪了誉王爷的李尚廷，从那偏远海边的县城做起，一边帮着他打理府中庶务，一边忍受着他那不讲道理的母亲，一边还要帮着自己敬重了半辈子的大姐姐打理他在南方全部的产业。不得不说，他还颇有些经商的天赋，短短10年就让大姐姐的生意遍布大魏，然后靠着自己赚来的那些银钱，一步步往上爬，爬到了户部尚书，一个轻飘飘一句谢谢，便收回了所有。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怎么可以？五妹妹，你听我说呀！你闭嘴！你怎么可以？你……全是我的错，和青儿没有关系，你不该怪他。你打我，就因为我说了一句。五妹妹，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我的好妹妹，尚挺从一开始爱的就是我呀。你给我滚开！我说过了，和青儿没关系。李尚廷，景瑞20年，你得罪了誉王爷，誉王爷当今要给你一脚，是我不顾生死挡在了你面前。景瑞23年，我陪你去林州上任，入狱劫匪，是我替你挨了2刀。坤正4年，你赈灾时染上瘟疫，是我孤身一人，衣不解带的照顾了整整22天。你说过永不负我，你说过绝不纳妾，你说过一生一世一双人，你说过的，你说过的。尚廷，原来你和五妹妹。不是的，青儿，你别听他乱说，我的心里只有你，一直都只有你。尚廷，五妹妹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吧？他就被挑断了手脚筋，还割掉了舌头，随后被丢在了这一方小天地里。
一扔就是3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的好妹妹，你还记得你弟弟沈沐舟吗？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淹死在池塘吗？是我大哥把他扔进去的。我妹妹是想问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她居然说她姐姐比我漂亮吧。其实从一开始我没想过杀她的，只是有些生气。既然我穿到了这个世界，为何不是所有人以我为中心？便想让大哥给他一个教训。可谁知那小子这么不筋斗，就这样死了。他的小弟死的那年才5岁啊，当时的他该有多绝望啊！那是我第一次杀人，可奇怪的是，看到他淹没在水中，我不仅不害怕，心中反而有了一丝丝快感。我当时就想啊，对，就应该这样。我在这个世间如此独特，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人就应该杀掉。毕竟杀人原来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更何况我还懂得那么多你们不懂的杀人手法。你母亲太聪明了，二婶子说她居然发现了你弟弟不是意外身亡的，正好我那时刚刚又想杀人，于是他死了。我的好妹妹，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杀的他吧？这还得多谢你啊，是你亲手把那最后一碗药喂给你的母亲的，不是吗？哦，还有你哥哥，你真以为他是摔马死的？还不是因为他认不清自己的身份，一个庶出的还妄想跟我沈沐清的哥哥争长短，注定是个短命的。你还不知道你的好侄儿是怎么死的吧？我能容忍他活到4岁，姐姐是不是很善良？哟，我妹妹看向我的眼神还真是害人啊！玉珍，你说我该不该把妹妹这双眼睛也给挖出来呢？他身后果然是跟了自己数10年的玉珍。其实他早就想到了，那一夜李尚挺灌下毒酒的人中独独没有玉珍，还有那日明明是他怂恿自己去的书房，偏偏他却转眼消失了。想来是沈沐清早就设计好了的吧。不过看在你毕竟是我妹妹的份上，还是将这双眼睛留给你吧。哼，我是不是对你还不错啊，我的好妹妹？今日我将玉珍带来，是想告诉你，你的侄儿是怎么死的。既然五妹妹这么想知道，那玉珍，你来告诉五妹妹。是，五小姐，说来杀死您儿子的还是您自己呢。还记得您儿子去世前不是得了伤寒吗？于是您听了我的话，怕孩子晚上再受凉，在房中点了炭后，将所有的门窗都给堵得死死的。这一招啊，还是皇后娘娘教我的，说是是一氧化碳中毒。五妹妹怎么样？亲手杀死儿子和母亲的滋味，感觉怎么样？哦，对了，你不是还想为上挺生孩子吗？你不知道吧？你生不了的，那绝子药还是上挺亲手喂的呢。上挺，妹妹她想要杀我。乐灵，乐灵！他探了探他的鼻息。上挺，就让妹妹走吧，她太累了。或许她并不想跟我们一起迁都南边，她太累了。沈沐清，你不得好死！沈沐清，你不得好死！沈沐清，你不得好死！沈沐清，沈沐郎，你上挺玉珍，
所有害过我的人，害过我亲人的人，若有来世，血债血偿。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思雨姐姐，小姐都练了半个多时辰了，自小姐3年前大病一场醒来后，不知道为何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不仅对自己突然严苛起来，还央求夫人让她经商，甚至连骑马、射箭和医术一样都不落下，连带着他们4个作为小姐身边的大丫鬟，也全都被逼着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长。思雨的心中也十分疑惑，她总觉得小姐有心事，还是一件很是麻烦的心事。你们都知道了吧？说说你们的想法吧。小姐，眼下老爷连任苏州同知刚满1年，按例需要2年后才有吏部任命、礼部下旨。如今这京城府中来的信，不由得让人多想呢。奴婢前2日去知府后院给知府夫人看病，也并未听说过京城有此调令。这宁国侯怕是另有图谋。还有呢？小姐，奴婢这几日和夫人院子里的陈嬷嬷聊天时，也没听说过京城府中的消息，想来夫人那边也没有提前得到消息。奴婢不懂这些，小姐要奴婢回，奴婢就跟着回。谁能想到10多年后的红缨将军，小时候竟是个如此不愿意动脑子的。你们都说的不错，这宁国侯将我父亲遗忘了10多年，这突如其来的家信的确有意思的很。这边的生意离不开你，你就留在苏州主持大局。小姐，奴婢……汉角，其他人不清楚，但你知晓，如今我手头上的生意做得有多大。如今大家都以为幕后是一个叫宋寒玉的富商，那你就当好这个富商。要知道，你就是我最大的一张底牌了，我可以信任你的，对不对？汉巧听完，含着泪，坚定地点着头。妹妹，这京城好生热闹。是吗？那哥哥好生替我看看，回去再讲给我听。妹妹，我们到了。庶子，你看看，我就说这个庶子与我们不是一条心，你非要忙前忙后的帮他弄回来给我添堵。宁国侯沈文元也很无奈，他居然对门房说，若是今日宁国侯府的大门不方便，那他就先带着妻儿去客栈住上几日，言下之意，不给他开大门，他就不进了。若是今日真让他们一大家子住进了客栈，明日宁国侯府不让庶子回府的名声就要传遍整个京城，他宁国侯还丢不起这个脸。母亲莫急，这三弟呀，毕竟在外做了10多年的官，刚回京城来，少了些分寸也是能理解的。日后有了母亲的教导，想来三弟很快便能记起这府中的规矩来。儿子文贞携全家向夫人请安。你这个小错下，像是压根儿没有听见沈文贞的请安声。沈乐龄心中嗤笑，因为这次自己一家人不愿意乖乖的从侧门进来，老夫人如今连这一点脸面都不给了吗？大哥、二哥，弟弟这厢有礼了。呀，三弟呀，10多年不见，你这是越来越有精气神了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此番你能回京做户部主事，你大哥前前后后可是费了不少力，日后还望你记得，莫要学那养不熟的白眼狼。哦，是这样的吗？如此还得多谢大哥了。不过，敢问大哥，圣上难道原打算把我这正五品的同知给搂了？你到底犯了何事？圣上要搂你的官儿？你个败坏门风的家伙，老身早就说过了，从姨娘肚子里出来的能有几个好的？你到底犯了何事？老身告诉你，你莫要连累我们宁国侯府。在场的其他人对沈文贞一家也面露不善。大哥不知道，要不是圣上要搂我的官儿，那我这正五品同知做得好好的，为何回京做个7品主事？还是大哥付出了如此大的心力。刚听老夫人一说，我还以为我被搂官了，才让大哥不得不来为我这10多年没见的弟弟出钱出力呢。二夫人袁氏一听，是啊，这老夫人和大哥竟会拿人当傻子哄。像三弟这样连降4级还要上赶着卖好的，他可还真没听说过。
宁国侯和老夫人的面色在这一瞬间僵硬的无以复加。三弟，还不是因为你这在外都兜兜转转10多年了，也没说回来看看。你大哥想着你们兄弟分离得太久了，老夫人也想你了，这不，一听户部有了空缺，立马就想方设法的把你调回来了呀。是啊，三弟，大哥我一时心急，未考虑周全，想来三弟不会怪罪大哥吧？随后宁国侯又与沈文贞寒暄了几句，便拉着他与二老爷去了前厅说话。三房那边怎么样啊？回夫人的话，三老爷一家的8辆马车上大部分是些日用品，值钱的也就2个箱子罢了。而且那8辆马车有6辆都已经让人还到了顺兴车马行了。不是听说三弟妹家是富商吗？怎么不仅连马车也都是租用的？或许是这些年家中不富裕了。母亲，依女儿看，怕是这富商的传闻是假的吧？今日女儿看了三婶子的穿戴，都甚是普通，想来家里也并不富裕。见王嬷嬷似乎有些欲言又止，于是问道：可有什么问题？回夫人，老奴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老奴将三老爷一家引进来，一路上这三夫人和那3个孩子都没有露出过异样，连那个最小的都没有好奇与惊讶，一路上都乖巧得很，眼睛也不乱瞟。老身大胆猜测，不是有人教导，便是司空见惯。母亲，您操那么多心干嘛？不过是什么牛鬼蛇神的，派几个丫鬟过去盯着，过些时日咱们不就都知道了吗？您有这时间，还不如帮女儿我开间珠宝铺子。女儿最近可设计了不少新样式呢。惯会爱美的，你一个女儿家开什么铺子？母亲帮你多物色些掌柜的，到时候做生意的事还是交给他们去做吧。你呀，给我乖乖在家先把这花绣好。沈慕清无奈，她是一名穿越者，3个月前成了这大魏宁国侯府的大小姐，没多久便在中秋宴上一举成名。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知道今日三弟去见的谁吗？老三离开京城10多年了，能去见谁，让侯爷特地跟自己说起呢？吏部侍郎李嘴阳，我也是今日才知道，难怪那日看到三弟的刃雕，李侍郎还特意问过我，三弟是否知晓。阿莲，你一向是识大体的，想必也知道我让三弟回来的目的。更何况母渊去了国子监，日后有出息也是我们穆朗的一个助力。老爷在朝中面对那些豺狼虎豹本是不易，妾身自当为老爷分忧。孟征不是说玉珍像三房那个小丫头以前的侍女吗？一会儿三房传膳后，你亲自带着玉珍过去吧。哼，说来也是巧，今日2个大丫鬟都病了，玉珍的老子娘就安排到厨房里吧，方便她在主子面前得脸。王嬷嬷听后低着头应了一声，看着13岁的玉珍略带怯弱地跪在自己面前，沈乐灵心中的仇恨像藤蔓一般慢慢从心头爬到口中。呀，果真和韩乔姐姐长得像。你好吗，玉珍？不管你好不好，很快你就不会好。玉珍，我从地狱里爬出来找你了。这就是蜂窝煤？是的，因外形酷像蜜蜂窝，小女才取名为蜂窝煤。你这个女儿啊，真是不错，这那么多闺女，没一个能比得上的。那蜂窝煤燃烧了一会儿，御书房内也没有什么异味。景瑞帝满意的点点头。这蜂窝煤不仅节约煤炭，还能供百姓烧菜煮水。好啊，你这个女儿不仅文采斐然，一手水调歌头让多少男儿失色，今日又想出了蜂窝煤这样惠民的好东西，实在是让朕羡慕不已啊！这要是真的能在百姓中推广了，朕定要对她好好嘉奖一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宁国侯之长女沈慕清，才华横溢，温良恭谨，品貌出众，又造出惠民之蜂窝煤及蜂窝煤炉，深得朕心，特敕封郡主，
赐清河，赏黄金10000两，白银1000两，玉如意1对，夜明珠1双，绫罗锦缎3箱，钦此。臣女沈慕清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清河郡主快快请起，这几日宫中上下无不在夸赞您呐。大姐姐，你可知飞得越高，跌得会越重？五小姐，大夫人说，等明日他们从宫中出来后，就派师傅来给府中的几位小姐挑布匹做新衣。大伯母对我们真好，咱们大夫人啊，一向都是最心善的。这次大小姐被圣上封了郡主，我真是有福报呢。小姐，你都不知道，有福报？哼，真要有报应，这沈家大房怕是睡都无法安睡。地府里要找他们一家子报仇的恶鬼，怕是都在排队吧。你教养的好女儿，简直丢尽了外面宁国侯府的脸。被老夫人当众如此不管不顾地下了脸面的大夫人，面上也十分不好看，拉着还在妄图拼命解释的女儿回了自己的墨韵堂。妹妹，那主意真是你想的？哥哥，连你都不信我。侯爷，怎么这时候过来了？刚刚袁公公来传了皇后娘娘口谕，说阿青体弱多病，这段时间要在家里多抄些经书。沈慕清一听，面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说吧，今日你们进宫到底发生了何事？见宁国侯脸上阴沉的快滴出水来，大夫人这才把事情娓娓道来。那蜂窝煤真是你想出来的吗？沈慕清自然应了下来，结果请瑞帝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二话不说就往外走，独留了一个小太监给皇后交代事情的始末。也不知那小太监给皇后娘娘耳语了一番什么，只见皇后的脸是越来越沉，最后黑着脸问了一个和景瑞帝一样的问题。沈姑娘，那蜂窝煤当真是你想的？回娘娘的话，确实是臣女想出来的。好，好啊，好一个聪慧机敏的清河郡主。这是打量着圣上和本宫长期不在宫中，不知外面的情况是吧？皇后娘娘就让人送了客，自己起身就往内殿走，一丝脸面也不留。虽然从大夫人这儿没有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但是宁国侯派出去打听的人却很快回来复了命。昨日京城的一些小商贩也用起了蜂窝炉，还热情地给不认识的人介绍。一家卖馄饨的小贩就夸赞道：这蜂窝炉可是宁国侯的长女想出来的，这东西真好，不仅节约炭火，还能取暖煮馄饨。是啊，听说宁国侯长女今早还被圣上封了郡主呢。几个刚从山西来的商人忍不住道：你们这儿才用上这蜂窝煤，我们山西1个月前家家户户就开始用上了。就是说呀，这小小的蜂窝煤炉有什么稀奇的？我们那村子上都用上了。喂，兄弟，你这话怎么说的？这蜂窝炉可是圣上亲自赐名，如今整个大魏也只有京城才刚刚开始推行。至于你们山西那偏僻的位置要用上，怎么着也要等到年后才行吧？好生不要脸！这蜂窝煤明明是我们山西人称煤老板的度假制出来的，2个月前就在山西富贵人家出入，如今连偏远的小山村里用的都是，怎么成了你们京城人先有的呢？两拨人是越吵越大声，最后已经上升到了地狱黑的地步，最终引来了京兆府的衙役们，把整个馄饨小摊儿给一锅端了，最终确认了那蜂窝炉确实已经在山西得到了普及。魏征苦哈哈的皱眉，唉，这事儿怎么偏偏被他给遇到了？要知道今日一早圣上才刚刚下旨封那宁国侯长女为郡主，如今出了这事儿，不是在打圣上的脸吗？可是关键是他还不能装聋作哑，今日这事儿想来早就传到了御史的耳中，
若是自己不亲自向圣上进言，日后翻出此事，难免圣上不会以为自己在偷偷看他笑话。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这个逆女，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侯爷，父亲，妹妹只是一时想岔了。父亲，听说宁国侯又被宫里来的人叫走了。宁国侯一进御书房，一杯茶盏就被掷落在他的身前，他赶紧跪下求饶。说，是不是你们父女俩合谋将那山西商人杀害之后抛尸河中的？宁国侯听得一脸懵。什么山西商人？什么杀害？什么抛尸？景瑞帝懒得与他废话，让一旁的武德司统领孟成林把山西那姓袁的商人的事儿讲述了一遍。原来昨日景瑞帝听了魏征的汇报之后，并没有相信魏征的一面之词，而是宣武德司统领孟成林进宫。今日一早，孟成林回禀了更为劲爆的消息。原来沈慕清去工部尚书府让其帮忙做模型的那一日，马车在行驶到东大街的时候，撞倒了一个40多岁的山西商人。此人姓袁，曾经在山西万家做过掌柜，熟知蜂窝煤和蜂窝煤炉的做法。可是自那一日之后，那袁姓商人就不见了。他落脚的那间客栈的小二说，他出门的那一日还说有个小姐看中了他手里的方子，他马上就要发财了。昨日那些山西人，其中有2个正是那万家派来找这袁掌柜的。据说他偷了主家的图纸，想到这京城来卖个好价钱。更让孟成林心惊的是，那山西人说这京城蜂窝煤的营销策略和他们山西一模一样，都是买多少蜂窝煤就送一个煤炉，而且还有专人为每一家记着，差不多时间就直接送货上门，免了大家出门买煤的辛劳。景瑞帝听了这些，心中的火气是越来越大。最后再听到孟成林说已经在城郊的小河里找到那袁掌柜的尸体时，气得从龙椅上站了起来。杀人夺宝，欺骗九五，这宁国侯真是好样的。宁国侯听了孟成林的汇报，整个人吓得如秋日的落叶一般，哆哆嗦嗦的不停地磕头大喊：圣上明鉴，微臣真不知道那什么袁掌柜，如是下官知道，借微臣一个胆，也不敢做出这等事情来呀。景瑞帝见他神情不似作伪，更何况这宁国侯向来没什么大才，但好在谨小慎微，从来没有给自己惹过什么麻烦。更何况如今自己下旨册封沈慕清的旨意已下，若是此事追责于他们，那不是让天下人看自己的笑话吗？那他这个景瑞帝干脆改名叫好骗帝得了。最终为了自己的颜面好看一些，景瑞帝只让宁国侯以触怒龙颜之罪被人直接从宫里拖了出去，还要交上1万两的罚银，还把他身上的实职给卸了，只留下一个宁国侯的虚职。阴沉着脸回到府中，第一件事就是跑进大夫人的墨韵堂，气急败坏道：逆女！侯爷，我要去。此时的宁国侯哪里听得去任何的话语，直接甩开大夫人的手，大声怒骂道：逆女！小姐，据说今日大老爷从宫里出来时，脸都能滴出水来了，然后直接冲到大夫人的院子里，要找大小姐的晦气。然后呢，重重打了他一个巴掌。听说大小姐的小脸都肿了有1尺高呢，大夫人心疼的眼眶都红了。他这个大伯啊，别的不会，对家里人逞威风还是一把好手的。昨夜里有人去了刘嫂子入住的那家客栈，扒尸乱葬岗的那具尸体也已经被找到了。大伯如此气急败坏，想来是圣上已经查明了真相。看着面前的烛光，沈乐灵的面色也忽明忽暗。要让一个人消失得一干二净的方法，不是死亡，而是他从来都不曾存在吧。比如袁掌柜，谁能想到他是京城车马行刘掌柜那个体弱多病的老妻呢？小姐，这大小姐会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
毕竟若不是他们当初的提醒，那大小姐也想不到煤球燃不尽浪费的事儿。虽然思雨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何大小姐一听这煤球里面燃不尽就能想到蜂窝煤，更不明白为何小姐还能预想到大小姐能想到这些，从而早早的就设下了局。沈乐玲唇角一勾，无辜道：关我们何事？这事难道不是大伯母派来的玉珍想到的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姐，玉珍被大夫人房中的王嬷嬷带走了。说，是谁让你引导大小姐想出那蜂窝煤的？可是无论王嬷嬷怎么问，这玉珍的回答滴水不漏，不像作伪。更何况她还是个家生子，一家子的生气都还捏在大夫人的手里，再加上三房的江氏是个没有什么心眼的，那个五小姐又是个病秧子，实在是不足为患。虽然她也觉得这玉珍是他们大房的人，但是显然此时的大小姐在盛怒之中，王嬷嬷也不愿意和她唱反调，于是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绣花针，让两个婆子按住玉珍。一番用刑之后，玉珍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但是依旧没有改口。难道真是巧合？这个世界还是只有我是穿越人士，没有其他的人因为那首水调歌头来故意试探我。如今沈慕清最害怕的便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穿越者，而他却已经先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更何况穿越这事儿讲究的就是一个心字，若是对手太多了，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就得快点换成筹码了。好了，夫人，五小姐房里的思雨姑娘求见。跟她说，玉珍感染风寒，刘大夫已经开了药了，过几日好了再去五小姐跟前伺候。玉珍啊，你也别怪夫人和大小姐，那是你在大小姐面前的话可是闯下了大祸，如今夫人还愿意相信你是清白的，已经是格外开恩了。沈慕清的大丫鬟玲珑拿着一件大红色的狐裘披风进来了，而和那披风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蜂窝煤的图纸。大夫人拿着那张纸一看，面上顿时如腊月的湖水一样冰冷。从披风中找出来的？是，刚刚夫人吩咐将那日小姐出行的马车里里外外都检查一遍，小厮来报没什么特别的。刚刚环环姐姐说江小姐和我们那日出行的衣物都再看一遍，这才在这披风中找到了这张图。啊，这是何时缝到我的衣裳里的？大夫人看着他还一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叹了口气，指点道：这整个宁国侯府，除了二房，谁还有能耐做这等子事？宁国侯府虽然是大夫人掌管后院，但是二夫人向来嘴巴也甜，加之老夫人也怕大夫人一家独大，于是把针线房给了二夫人管束。二婶儿？怎么会？她为什么？大夫人也想不出为何这袁氏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难道是因为……见女儿到这个时候了，还对自己这个母亲欲言又止，大夫人厉声道：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跟母亲说的？沈慕清这才把当日三皇子入府偷偷跟自己说的话告知了大夫人，还将后来沈乐轩和沈乐雨两姐妹来了之后故意缠着三皇子的事儿说了一遍。若不是出了这事儿，女儿被封为了清河郡主，定能与三皇子再进一步。大夫人之前并不知晓这些，她看着一口一个三皇子的女儿，心中沉吟。原来我是想将女儿说给娘家侄子张汉飞的，一来他们青梅竹马，有自小的情谊，二来那个孩子是个上进的，如今已经有了举人的功名。但如今看来，女儿的心思怕是大了。她的女儿如此优秀，别说是皇家，就是日后的太子也都是配得上的。难道这袁氏也起了心思？母亲，那拦我路的掌柜是不是就是姓袁？大夫人原本疑惑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杀气腾腾。就是这宁国侯府的大姑娘
把人家山西的蜂窝煤说成是自己想的。这一个姑娘家的脸皮怎么如此之厚啊？谁知道啊？听说圣上还因为那蜂窝煤封他当了个郡主呢，也不知道还算不算数。这怎么能算数呢？这不应该是欺君之罪吗？不知道，反正因为他，咱们京城人被山西那边的人好生嘲笑了一番。老夫人，侯爷，此事明明是有人听到了阿青的想法，故意引导着他去向圣上呈报。如今幸好这图纸早早的被我们发现了，若是有一日被圣上的人找到，那我们侯府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宁国侯听完眉头紧皱，大夫人虽然说的有理，但是这中间也有很多地方说不通啊。到底是谁如此险恶用心？这是要让我们侯府犯下那欺君之罪呀！老夫人，侯爷，这歹人竟然能在阿青的衣裳中动手脚，想来府中定有内应。老夫人和侯爷一听，随即就放权让大夫人彻查。大嫂这是怎么了？有什么火也别朝这针线房里发呀。二弟妹既然来了，一起坐下吧，看看这些奴才都是怎么办事的。大夫人说完，王嬷嬷就把一根绣花针和沈慕清的披风拿了出来，道：如今这针线房的人干活越发不仔细了，居然在大小姐的披风里还留了根针，昨日将大小姐扎的背上都出血了。二夫人一听便知这大夫人是在故意找茬。王嬷嬷一拿出那件衣裳，大夫人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二夫人的脸，见她的脸上只有气愤，没有恼怒与尴尬，心中不由得嘀咕：难道此事真与他无关？还是说妯娌这些年他一直在跟我藏拙？针线房自然查不出什么异常，但是大夫人还是不顾二夫人的黑脸，把一直负责大小姐衣裙的绣娘给关进了柴房。听着陈嬷嬷汇报着针线房里的情况，江氏叹口气道：唉，这侯府啊，怎么没一日消停的？母亲，这风越来越大了。不需陈嬷嬷介绍，沈乐林就知晓那被关进柴房的绣娘叫阿娟，因为这一位可是他的大熟人年婆子。沈乐林可一直都记得上辈子在那破院子里，年婆子照顾了自己3年的恩情呢。上辈子年婆子为沈慕清做衣裳，早早的熬坏了眼睛，后来求沈慕清给她一条出路，正巧沈乐林刚嫁入李家，需要一些人手，就这样她顺理成章的到了李家，成了一个粗使婆子，自己给年婆子养老，甚至为了让她不觉得从侯府来到李家委屈，自己还时不时的找些由头给些奖赏于她。可是结果呢？最后自己4肢经脉尽断的时候，得到的不是感激，而是虐待。那红色狐裘披风里的图纸，是沈慕清来看望自己的那一日私语调包的。那图纸本就不是为了陷害沈慕清，只是为了嫁祸给二夫人，以及沈乐林料准了此事一出，无论是不是与年婆子有关，大夫人都不会放过她。那至于为何嫁祸给二夫人袁氏呢？哼，前世袁氏最喜欢用的不就是这一招吗？然后自己默默地退居幕后，隔山观虎斗。当初若不是他一边跟母亲说阿周的死有蹊跷，一边又说与大夫人和沈慕清听，母亲怎么可能会那么早死？如今他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整个局面唯一出乎他预料的，便是景瑞帝封沈慕清做郡主的事儿了。他还以为景瑞帝最多赐下一些赏赐罢了，未料到声势如此之浩大。五小姐，怎么是你？我来看看你呀，看看你怎么死的。五小姐，奴婢是冤枉的，是冤枉的。我知道啊。您知道，
那吴小姐，你帮我去找夫人好不好？但是沈乐玲根本不为所动，只是一个劲儿的对他灿烂的笑着。吴小姐，你……沈乐玲刚重生回来的时候，一想到年婆子，就想将她的手脚全部打断，舌头割掉，然后找人好好伺候她3年，让她感受一下那种尊严被人踩在地上的感觉，感受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但是此刻她没了那个心思。前世你折磨了我3年，今世我要你一命，很公平，不是吗？吴小姐，是你，我与你无冤无仇。年婆子，你该上路了。为什么？沈乐玲没有理会于他，而是从身上拿出了一根银针。年婆子，不用怕，很快的。右手将银针高高举起，随后准确地插入到了他的百会穴。原本还在极力挣扎的人顿时没了反应。沈乐玲坐在柴房里，眼底也流下了2行清泪，不知是为受尽折磨的前世，还是今生即将双手沾满血腥的自己。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绣娘阿娟的尸体在柴房里被发现了。如此不惊动，既然死了，就拉到乱葬岗里去吧，让这府里的下人都好好看看清楚，被主的奴才都是什么样的下场。沈木渊对堂兄与其他人动手都能袖手旁观，我张鹏飞实在是羞于与他为伍啊。他说的是前日国子监放假那日，户部侍郎之子关元忠在经过沈木朗时正聊起蜂窝煤的好处，沈木朗以为人家存心羞辱，于是就发生了口角，后面还推搡了2下，正巧张汉飞路过拉了架，当时沈木渊就在旁边，见没有什么事儿，转身就走了。那张鹏飞乃张一年的小儿子，平日里被家中长辈宠坏了，今年16岁，连个童生都没有考过，上辈子也是个浪荡子，据说后面在家都已经大大方方地养起了娈童，丝毫不顾及颜面。那身穿一件淡青色的银丝彩褂是张一年的长子张汉飞，今年18岁，已经有了举人的功名。上辈子一直爱慕这沈木青，后来在沈木青的撮合下娶了2房的沈乐轩，后来据说家中也不甚和睦。想到这儿，沈乐玲忍不住吐槽，这沈木青到底是怎么想的，将对自己念念不忘的男子全都推给了自己的堂弟呢？至于那一身华服容貌秀丽的笑起来嘴角还带着一个浅浅酒窝的女子，便是张一年的嫡女张丽和，今年13岁，上辈子对沈木青很是崇拜，后面嫁给一个官宦之家，据说后院也是一阵鸡飞狗跳。张鹏飞，你不辨是非，不问经过便轻易下此判断，我沈木渊才不愿与你为伍呢。沈乐玲听了摇摇头，自家哥哥这样耿直，在别人的场上很容易吃亏的。沈木渊，鹏飞表弟怎么说都是来这府中做客的，有你这样的待客之道吗？你们不准欺负我大哥！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啊？阿周才不是小家伙，还有你们都是坏人。沈木渊，你不会让这么个小东西给你撑腰吧？阿周，过来，随姐姐给各位哥哥姐姐见礼。沈乐玲带着小阿周一一的称呼过后，还是这五妹懂礼貌啊，这做妹妹的比做哥哥的都要懂事啊！啊，这二表哥说笑了，我哥哥可是连青山先生都夸奖过的，心性甚善，为人敦厚。二表哥刚刚莫不是想说青山先生识人不明吧？青山先生夸过这小子。青山先生乃是江南大家，诗书一绝，乃天下读书人的表率，其弟子更是遍布大魏的官场。青山先生所言自然不会有错，只是当日为我亲眼所见，
还望沈家表弟日后对自家兄弟还要多些友爱。我们三房入京后，张家表哥和表姐头一次到这宁国侯府做客，不知为何却要在这府中指责我哥哥。难道大哥哥都不帮我哥哥说两句吗？刚刚不是还说要兄友弟恭吗？这两件事能一样吗？沈木渊是在外面，哥哥和别人打架都在袖手旁观，而如今我们都是一家人，也主要是在教沈木渊如何做个好弟弟啊。二弟，五妹妹，这张家表哥也是好意罢了。那听大哥的话，还要多谢工部尚书的两位公子，是专程来到我宁国侯府教导我宁国侯府的少爷呢。一会儿小妹我就去告诉大伯父，定然会让大伯父好好感谢于你的。是啊，这二哥就算做的再不对，也轮不到别家的少爷在自己家里教训啊。五妹妹，你误会了，张家表哥他们自小与我们家亲近，这次也是怕外面传出对二哥哥不好的名声，才出言劝导的。哦，大姐姐还真是善心，二表哥如此口出恶言，原来只是出言相劝呢。上辈子这个时候的沈木青，在沈木朗的带动下，与国子监陈继久在酒楼来了个偶遇，将陈继久夸赞一番后，随口就吟出了一个称得上千古名对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陈继久不仅当即拍手叫好，邀请沈木青亲手将此联写下，要将此对联挂在国子监门口，供天下学子瞻仰。自那之后，沈木青就是无数文人墨客心中的神女，同时也稳住了京城第一才女的宝座。而三皇子和六皇子更是从此成为了他的裙下之臣。沈木青捕捉到沈乐林的神态，更生气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刚刚的眼神是在瞧不起我吗？大哥，不知你为何要与同窗打架？国子监不是做学问的地方吗？这五妹妹为何每每都要点自己的名？问的问题一个比一个难回答。但是她总不能说是因为蜂窝煤的事吧？那要大妹妹如何做然？于是避重就轻道：也没有打架，只是有些争执罢了。刚刚张二表哥说，我哥哥对堂兄与他人动手都能袖手旁观。张大表哥说，是他亲眼所见。大哥又说，只是起了争执并未动手。为何明明是一件事，几位哥哥说的都不一样呢？是一件事，原来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啊！张鹏飞气得上前几步，想要冷冷地逼视沈乐玲，不想沈木渊一个一步将他挡了个严严实实。张二表哥，你想干嘛？二弟，表姐，你这个妹妹不简单呢。沈木青眯着眼看着沈乐玲，倒是没有想到这个妹妹还真有几分机智。如是在前世还能参加个辩论赛什么的，但是如今在家中如此与自己作对，难道她是恶毒女配？张大表哥，听闻你是陈继久的弟子，不知你师尊元聪先生之前所说过的未知全貌，不予置评，意味如何啊？你一不知晓大哥为何与人起争执，二不明白我哥哥为何没上前，便直接来到我家中指责，此事怕有不妥吧？嘿，你还蹬鼻子！只是他话还没有说完，就见他哥哥张汉飞认认真真向沈乐玲行了一礼，道：多谢表妹提点，表兄受教了。大哥，你怎么能向这个下贱的庶出之后低头呢？此话一出，沈木渊的面色立刻阴沉如雨，沈木朗和沈木青的脸上也不甚好看。张汉飞原本想阻止弟弟，不想却还是晚了一步，于是只能再次向沈乐玲道歉。张大表哥还是赶紧跟大哥和大姐也道一下歉吧，也不知大伯母知晓张二表哥如此说的，该如何的伤心难过。被点了名的沈木朗这下脸彻底黑了。谁都知晓大夫人最为在意的就是他庶出的身世。当年张一年还在工部当个小官，张夫人在大夫人面前不慎提起，大夫人直接气得回了侯府，
与张家断了半年的往来。后来要不是张一年亲自前来赔罪，大夫人还指不定生气到何时呢。如今这话要是传到大夫人的耳中，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五妹妹，刚刚二表哥多有得罪，大姐姐我这里代他向你和二哥哥赔个罪，还望二哥哥和五妹妹莫要在意。张汉飞见此，眼睛就像粘在他的身上一般。即使到了这种情况，表妹依旧愿意为他们说话。大妹妹放心，只要大哥和大妹妹不生气，我和弟弟妹妹自然也不会放在心上。今日天气严寒，小妹身子不适，就先回去休息了，还望表哥表姐见谅。沈慕清看着这兄妹三人的背影，手中的拳头慢慢握紧。这是我的世界，一个小小庶女居然敢如此忽视我，看我日后如何整治你这个恶毒女配！姐姐真厉害，姐姐最厉害了。大哥就不厉害了？大哥第二厉害。妹妹，那日青山先生所说的那话，不是在夸我。青山先生的原话是：此子心性甚善，为人敦厚，然聪明不足。若要入官场，怕是会吃不小的苦头啊。反而对沈乐灵的评价是：心性沉凝，聪颖敏锐，必非池中之物。只可惜身为女子，可惜啊。可那话明明就是青山先生所说啊，阿玲又没有骗人。姐姐说的对。你知道你姐姐在说什么吗？就说她说的对。姐姐说的都对。是，你姐姐我妹妹说的都是对的。妹妹，你不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是哥哥的错吗？当然没有。那阿玲就相信哥哥。阿周也相信哥哥。小姐，今日这事大夫人那边恐怕不会善了。说那张汉飞真的聪明，自然不会将今日之话传到我大伯母耳中，否则比起咱们，他们这娘家侄儿们怕是会更被大伯母记恨。但若是大夫人那边还是知道了，那小姐这段时日的藏拙……思雨，你以为我一直躲在这幕后搅乱风云，是怕了大房？哼，如今的他不过是纸老虎罢了，就算对上了又能如何？之前一直躲在后面，只是这京城的冬日太冷了，我有些畏寒罢了。其实张家将此事捅出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日后和大夫人直接对上，张家人也会因此心存芥蒂。特别是张夫人，多年前大夫人如此下她的脸，她想来也是铭记于心的。跟陈嬷嬷说一声，这几日对大房那边送来的东西都警醒一些。你们日后啊，与你们五妹妹都亲近亲近，跟她多学一学，避免日后吃亏。世人都道女子要温柔贤惠，五妹妹如此嘴利，事后还不知旁人如何编排于她呢。呀，那都是外人嘴里说的。这女人呢，日子过得好不好，还得看这手段是否了得。从你们刚刚所说来看，这五姑娘啊，说话不仅伶牙俐齿，而且有理有据。你们看庭中那么多人，却愣是没有一个说得过她。甚至已经成了举人的张汉飞，都向她一个小女子低了头。既然姑母身体不适，那今日我们就先回去了，改日一定再来登门向姑母赔罪。表哥说笑了，我娘亲入冬之后身体虚得很，今日想来是受了些寒，不必紧张，不如由我来送表哥和表弟表妹出门吧。如此，那就多谢表弟了。回来了，他们走了。娘亲为何不见张家表哥们？为何？难道你不知道吗？虽说二表哥确实是口无遮拦了些，但这也不能全怪他，要怪只能怪五妹妹那张利嘴，实在是太过厉害了。本来二表哥那不着调的话，就是不经大脑，被五妹妹气到了罢了，却不想五妹妹又故意提起母亲您。老奴听信一个小丫鬟不尽不实之言，贸贸然就来告知夫人，让夫人生气。
还请夫人责罚。罢了，本就是那小丫头听着五丫鬟身边的丫鬟说的。本来这一件事，从每个人嘴里说出来都不一样，日后注意些就成了。总之啊，我妹妹真是难缠，黑的都能被她说成白的。母亲，我们给五妹妹一点颜色瞧一瞧好不好？母亲，你不觉得我们之前太过忽略这个妹妹了？仔细想想，当初引导我想出蜂窝煤的就是在五妹妹那儿。之前说五妹妹体弱多病，但今日见到她显然已经大好，而且五妹妹这病实在是恰到好处。她一病，老夫人就不能再折腾三婶子了。真这么讨厌她？母亲，不过一个小丫头，既然阿青你不喜欢，那母亲就给他们三房一些教训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刚靠近江氏的沈乐灵便闻到了一股藿香的味道，循着味道便看到江氏身上所带的香囊。这慈安堂的老夫人最讨厌的就是这藿香的味道。上辈子宁国侯2年后纳了一个小妾，那个小妾是个张扬的，惹得大夫人十分不快，于是就设计让他带了个藿香的香囊去见老夫人。谁知道老夫人当场就发了好大的火气，叫嚣道：赶紧将这小贱人给我打死！母亲，这香囊是……这个是针线房的乔妈妈昨日送来的，说是老夫人最喜欢的香味了。难道这乔妈妈早就被大夫人买通了，想跟2房和3房斗起来，试探3房的实力？大夫人此次用如此毒辣的一招，估计就是想一招就把他们一家人打趴下。原来老夫人喜欢这藿香的气味啊！这香囊是藿香味的，这个妾身倒是不知。思雨，你闻闻我母亲身上这香囊的味道是不是藿香？老爷夫人知道的，奴婢曾跟着苏州的老大夫掠食的些药草。这香囊气味馥郁，有浓郁的树枝香，夹合着薄荷般的木香，确实只是藿香的气味。这香囊不要带了，老夫人最厌恶的就是藿香，日后咱们院子里莫要再出现此等物品了。这难道是二嫂子要害我？此时断言为时过早。不如母亲将那香囊留下，改日亲自去问问二伯母，是不是针线房的乔妈妈弄错了，免得冤枉了二伯母。爹爹娘亲，女儿想到一个好办法了，能知道是不是二伯母的主意呢？今日他听女儿的话，选了个外形差不多的香囊，把藿香换成沉香的，这样一来可以盖一盖藿香的气味，二来也可以试探一下是谁设计的自己。不想二嫂毫无反应，一向和善的大嫂反而……难为今日大家到得这么早啊！哼，看来不仅是个恶毒女配，还是个白莲花一般的存在。待会儿看老夫人如何惩治你们母女。却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母亲向来挂着和善笑容的脸，此刻正抿紧了双唇。三婶这衣上的紫荆花真好看，像是真的一般。这话我刚刚似乎听过相似的呀。大夫人知晓自家女儿的意思，但是她误以为女儿是闻得出沉香的气味，毕竟自己有一段时日很是喜欢。咦，三婶身上这香囊，这就来了。阿青，哦，大侄女儿，这香囊有何不对劲吗？这藿香。阿青，难道母亲和妹妹做了些什么？三弟妹，不好意思啊，这小孩子家家的，分不清香囊的味道。你这沉香的味道还是有些草药的香味，阿青见识少，可不就是认错了？这不是说好了的藿香吗？老夫人此时木着脸，把手在小鸡上一拍，便让马嬷嬷把那个香囊取下。确实是沉香。青丫头，以后莫要说风就是雨的。老夫人，这阿青还小，对这些香气哪里分辨得那么清楚啊？
阿青，还不快向老夫人和你三婶子道歉？沈慕清此刻才终于彻底相信了，江氏身上带的根本就不是母亲准备好了的香囊。老夫人、三婶儿，都怪阿青学艺不精，连沉香的气味都分辨不出来，还望两位长辈原谅阿青。老夫人轻哼一声，沈慕清心中恼怒，穿过来这么长时间，这老夫人开心的时候就拉着自己的手，把自己夸到天上去，一个惹她不高兴就立马翻脸，像是逗弄猫狗一般。沈慕清暗暗发誓，若是有一招自己得势了，定要给些颜色让老太太瞧瞧。还望大侄女日后说话还是慎重些的好。谢老夫人和三婶子的教诲。是啊，阿青，你如今年纪也不小了，明年就要及笄了，是个大姑娘了。日后这没有根据的话，还是不要乱说的好。二婶教训的是，怎么敢？这些人怎么敢这么对我？现在是怎么样？是个人就要上来踩我两脚吗？二弟妹近来怕是颇为清闲呢。嫂子我这几日正为家中琐事烦心，不如二弟妹得空来我院子帮我看看账册。老夫人，妹妹惹您不高兴了，一会儿孙儿回去再好好教训教训妹妹。你可是我们家的老祖宗，一定要高高兴兴的。咱们宁国侯府明年的气运才能好啊。你这个小滑头，好了好了，都散了吧。该去祠堂的去祠堂，该回院的回院。你们就不能消停一些吗？父亲提醒他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还是给些脸面给自己的母亲。今日这事儿，我自会给三弟一个交代。母渊，阿周，我们走吧。二嫂子，这是前几日针线坊乔妈妈送来的藿香香囊，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我，还请二嫂子帮我还给乔妈妈。二夫人听了江氏的话，心中暗恨，这大夫人居然还把自己算计在内。今日若是江氏真把这藿香香囊带了过来，乔妈妈势必要被牵涉出来，这不是让自己一下子把老夫人和三房都得罪了吗？三弟妹，这东西啊，二嫂我确实不知情。二嫂，我既交给你，自然是相信你的。大夫人见二人在自己面前一副好妯娌的样子，心中更加气愤。我们走。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大伯母今日做这出，大概是因为那日女儿一时口快，让大伯母心中不快了吧？沈木郎怎么到处冤枉阿渊？那孩子刚来京城没多久，去国子监，他做哥哥的不帮忙也就算了，怎么还能随意指责阿渊呢？还有大嫂，怎么好意思跟你计较的？阿玲，这事你别管了，母亲心中有数。是啊是啊，母亲最厉害了，母亲。真是胆子变大了，还敢笑话你娘了。这事阿玲你不适合出面，她毕竟是你们的长辈，你们不好与她对上。娘知晓你聪明，但你也别总拿你娘我当泥人捏的。母亲，阿周不喜欢老夫人和大姐姐。不喜欢就不喜欢，反正他们也不喜欢我们。沈文珍听完，想到成日对自己不冷不热的二哥，意识到恐怕整个宁国侯府除了大哥，怕是没有人把他们三房看成一家人了。今日这话莫要当着外人的面讲，日后大房二房没事就不用与他们来往了。若是他们有什么想法，让他们直接来找我。爹爹，一会儿大伯父是不是要派人来送赔礼呀？应该是的。阿玲有什么问题吗？没事，就是大伯父送赔礼的时候，父亲能不能跟大伯父说一声，咱们三房日后能不能开个小厨房？这府中做的都是些北方口味的东西，什么面啊饼啊的居多，菜色也是。母亲和我们这段时间吃得很是不习惯，毕竟是吃食，肯定是自己人来才放心呢。是啊，老爷，这京城的饮食习惯和南方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于是当天下午，宁国侯进宫前又让下人送来一堆礼物，以示赔罪。
沈文珍趁机让人传话，说江氏是南方人，每日吃这些北方食物多少有些不习惯，三房想单独开灶。正在大夫人处的宁国侯一听，压根儿就没有觉得这是个事儿，问也没问大夫人，直接大手一挥，十分爽快的就答应了。一旁正在收拾的大夫人见宁国侯如此轻易便答应了下来，气得差点将自己最心爱的代窑白瓷茶盏给摔了。老太太本就开着自己的小厨房，如今三房也要开，那日后二房要开，自己是给还是不给？若是各方都自己开火，那自己还管着大厨房做甚？但是他想到今日女儿刚刚给送来给宫中各位娘娘们准备的礼物，眸中寒光微闪。先姑且让你们猖狂一下。百无聊赖的沈慕清正坐在自己院中，让他的四大丫鬟嬛嬛、玲珑、宜修、世兰正在院中上演着画本中姐妹情深的戏码。这几个丫鬟的名字是他穿来后一时兴起，按照前世《甄嬛传》中几个主角改的。沈慕清前世是一个小镇的暴发户之女，原本生活平静而美好。可是她刚刚毕业步入社会时，一个许久没有见过的高中同学自杀了。本来这事儿和她没有什么关系，可不想网上却挂出了自己5年前霸凌该同学的视频，还说什么就是自己当初的霸凌导致那个同学生了病，这些年来都不敢接触社会，害得自己一夜之间社死。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自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最后更是被那个同学得了失心疯的母亲在大街上一脚油门给撞死了。可是要他说，明明是那个同学他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自己当初不也因为这事儿转向了吗？还赔了他家一笔钱，真是的，还好意思抓着不放呢。不过好在上天待他不薄，让他穿到了这古代，还是一个侯府家的嫡长女，让他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就比如这些伺候他的丫鬟们，他想怎么改名就怎么改名，而且这些人都是他的下人，他要是不高兴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看谁还敢说他霸凌什么的，他直接撕了他的嘴。而且以前打人还要避着老师什么的，如今他的院门一关，简直就是他一个人的天堂。哎呀，好了好了，一个个都跟个木头一样，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四人听了沈慕清的话，吓得全都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每次小姐无聊的时候，都会有人遭殃，他会让其他3个人跟着他一起合伙欺负一个，若是打得不狠，还要2个人一起欺负，要么是揪头发，要么是扎针。上次还大冷天的让他们拿水淋玲珑，要不是玲珑命大，唉，这一次不知道又是谁倒霉。他突然想起那日在凉亭内微微昂着头和二表哥据理力争的五妹妹来，那日五妹妹实在是让他有些不快。不管前世还是如今，那些比自己强的人就算了，一个小小的庶子之女，自己都已经屈尊降贵的跟他说话了，他居然还敢如此漠视于他，他沈慕清绝对不能容忍。不过他也确实没有想到，那个三婶儿看着文文弱弱的，居然能不声不响的就把母亲精心设下的局给破了，还害自己在家人面前丢了那么大一个脸，简直可恶。这一对母女真是让人不喜。只是前些日子自己马失前蹄，得罪了圣上和皇后，也不知除夕母亲帮忙送进宫的那批香皂还能不能让皇后看得上。若是不行，自己还得赶紧做些其他的东西来讨他们的欢心。哟，这些丫鬟是怎么惹妹妹生气了？哼，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妹妹啊？那我这份水云间的茯苓糕，不就是为了来给妹妹赔罪的吗？里面除了一盘茯苓糕外，还有一封信在其中。你们都下去吧。妹妹今日为何不快？突然又想到了三房的那对母女，实在是让人不快。沈慕渊自从到了国子监，因为性格讨喜，挺受同窗的欢迎，连几位先生对他都十分的看好。后来自己带着身边的朋友孤立于他，让他低头，不想他依旧混得如此如鱼得水。
所以上次张家2位表哥前来，自己才会有意无意的为难于他。结果不过是小地方出来的庶子庶女罢了。母亲有一句说得很对，我们现在的目光还是应该着眼在更上面的地方。这茯苓糕可是三皇子昨日问了我妹妹喜好后，今日特意让人送来的。沈慕清拿出里面的那封信，迫不及待地打开，看着那龙飞凤舞的字，嘴角就抑制不住地往上扬，眼睛则一目十行。哟，不知如今我还是不是个好哥哥呢？好哥哥，好哥哥，你是全大魏最好的哥哥了。三皇子信中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上元节的事？三皇子说皇后对我除夕献上的香皂甚是满意，他会想办法让皇后对我改观，好让我上元节之日能出门逛逛灯会。妹妹这半年确实变了不少，不仅人变得开朗一些了，这脑中的奇思妙想更是不老少，也难怪能将三皇子迷得神魂颠倒。妹妹你可真要把握住了，这三皇子生母虽然不浅，但毕竟是在皇后跟前长大的，皇后膝下又没有孩子，自然会偏疼他一些。如今圣上的几个皇子，大皇子早夭，二皇子胸无点墨，其他几个皇子还小，这三皇子确实尤为优秀一些。若有朝一日三皇子真的，那到时候妹妹可就……只是这三皇子也不知会不会……这就要看妹妹的本事了。若是妹妹成功了，什么3房4房根本就不在我们兄妹的眼里。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听沈慕清足不出户就让皇后娘娘改变了心意，沈乐龄眯了眯眼。虽然三皇子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上辈子出了那样的事，他多少是觉得三皇子与自己同病相怜的。但是如今看来，这三皇子不倒，沈慕清怕是依旧会像上辈子一样风光无限。可前几日不是大夫人说，傍晚几位少爷小姐不是都要去街上逛逛，一会奴婢还要去问问大房二房那边的情况呢。不如思雨姐姐留在院子里陪小姐练字，这些跑腿的事奴婢去就行。玉珍真是可心的丫头，或者是捡到宝了。玉珍，你真会为我分忧，能为小姐分忧是奴婢的福分。玉珍轻快地跑了出去后，思雨，给刘掌柜写封信，明日送去给国子监的陈继久。回来了，如何？回小姐的话，大小姐说今日张家表兄们有时会来接她和四小姐，说是若是您和2位公子不知去哪儿玩，她能现在给您介绍一番。是吗？已经快酉时了，现在自己真去，这沈慕清又哪里会有时间理会自己啊？这样子啊，那二姐姐和三姐姐那边呢？二小姐前2日感染了风寒，昨日夜里三小姐也烧了起来，今日怕是去不了了。这样啊，那还真是不巧啊。一切都不过是因为沈慕清今日想与三皇子相约，怕二房的2个捣乱罢了。每年的上元节都是京城最为热闹的一晚，不仅没有宵禁，年轻的男女们还能大大方方的在这一日相约，不知多少姻缘都是今日促成的。沈慕清不就是在逛灯会时，在沈慕朗的掩护下，不小心与大部队走散了，最后巧遇了三皇子夏弘毅。当然，上一世今夜发生的还有另一件大事，重来一次，自己可不能再错过了。思雨、玉珍，走，咱们去母亲那儿找大哥和阿周，一会儿咱们自己上街玩去。不如思雨姐姐跟小姐先去，奴婢先留下收拾一番。玉珍最近勤快了不少啊。说完便和思雨出了门。二人走远后，玉珍连忙抬头，把桌面上最上方的一张沈乐龄刚写完的纸飞快地收进衣裳里。
这京城的元宵节可比扬州热闹多了。确实比10多年前热闹多了。阿渊，照看好弟弟妹妹，别光顾着自己玩。放心吧，爹爹。兵分两路，约定1个时辰后再在醉仙楼的酒楼门口会合。沈乐灵和谭云此时正手拉着手往正街上跑。沈乐灵给了那乞丐1两银子，指着那小摊细细地交代了2句：放心，只要你答出了结果，那最漂亮的兔子花灯到了你手里，你甚至还可以再高价卖出去，再赚一笔。好，小人记住了。拿到银子后，一定要即刻离开京城，或躲起来，知道吗？也不知道一会儿那个老乞丐答出谜底时，我这个好姐姐脸色会如何？可惜了，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没有时间去看他。果然，在一家书铺附近看到了一辆不起眼的马车，一个身穿灰色棉衣的中年汉子正要驾车走。谭云一个利落的翻身，足尖轻点几个行人的肩膀之上，就跃到了马车上，与那汉子交起手来。周边的人群里有听到动静的都驻足看去，但是有6个人眸色一变，立刻就要上前相帮那汉子。谭云伸手倒是利索，没2下就把那汉子踹下马车，伸头看了眼马车里，随即大喊道：来人呐，这些都是人贩子！沈乐灵确认之后也大喊起来：谁家丢小孩了？这些都是人贩子！人贩子，是人贩子！谁家丢了孩子的？那6个人一见官差来了，四下散去，转身想逃，却被一个少年翻身拦了下来。他身后的护卫也都冲了上来，把那伙人全部都拿下了。人群之中的那个少年身形高挑，一身黑衣也掩不住他卓尔不群的英姿，锐利深邃的目光不自觉地给人一种压迫感。沈乐灵微微眯了眯眼，上辈子自己虽然只是在长公主举办的2次宴会中远远地瞧过他几眼，但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那个少年，他就是定北侯世子段俊泽。少将军，小姐不见了，她刚刚想吃糖葫芦，老奴就去，没想到一转眼。那俊朗的少年面色一变，在哪儿不见的？就在前面那卖糖葫芦的那儿，离这不过300-400步的样子。那少年一急就要去找，随即想起什么，转头看向谭云所在的那辆马车。他上前一步，掀开车帘，很快便猫身进去，抱下了一个昏迷了的4、5岁模样的小女孩。今日之事，多谢2位小兄弟，还望2位留下地址，日后我定北侯府自当报答。沈乐灵微微一笑，拱手行了一礼，道：世子爷不必在意，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